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古装大剧定档了，权谋虐恋，李沁红衣封神，古偶在天王炸期待。最近朋友圈突然被一部古装剧刷屏了，李沁和陈哲远搭档的《一笑随歌》还没开播，光看预告片就让我这个老剧迷坐不住了。这两位演员太有意思了。一个能把柔弱姑娘演成活生生的带刺玫瑰，一个能把校园男神秒变腹黑心机男。当他们在预告片里穿着战甲，互相拿剑指着对方的时候，我手机屏幕都快被弹幕淹没了。这俩人光是瞪眼对视都能擦出火星子。第一次刷到李沁的红衣射手造型时，我正瘫在沙发上啃薯片，结果惊得薯片渣掉了一身。他扎着高马尾，脸上沾着灰，拉弓时胳膊上的肌肉线条让我想起他以前骑马挥剑的镜头，这次多了点沧桑味儿。要说古装剧里的女将军，这些年咱们见过穿金戴银的，可像傅一笑这种披着破红斗篷还能帅到飞起的，真是头回见。特别是他站在悬崖边满脸是血还在笑的那个镜头，我闺蜜当时就拍桌子喊：“这虐心戏给我往死里拍！”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男女主初次碰面的设定。凤随哥刚带兵拿下锦绣国3座城，转头就被傅一笑一箭射穿肩膀，这哪是谈恋爱啊？明明是往死里结仇的节奏。预告片里有个细节特妙，凤随哥擦剑时镜头扫过半块带血的玉佩，跟傅一笑腰上晃悠的挂饰正好能拼成完整图案。这种藏在刀光剑影里的命中注定，比直来直去的爱情线勾人多了。上周剧组放出跳崖戏的花絮，我抱着手机看到半夜3点，李沁吊着威亚在半空连翻7个跟头，陈哲远在旁边看得眉头越皱越紧，最后居然跑去跟导演说要改戏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第二天重拍时，他非要亲自当人肉垫子。虽然知道有安全措施，但看到傅一笑掉下来时，凤随哥急得眼睛都红了。我这老阿姨的少女心碎了一地。现在古装剧动不动就搞时生时世，可一笑随哥偏要玩刺激。昨天还你死我活的2个人，转头就在敌营里打配合。傅一笑假装被抓时，凤随哥捏着他下巴说：“你现在是我的战利品。”弹幕立马被这是能播的吗刷屏。要我说，这种相爱相杀的戏码比纯发糖带劲多了。特别是凤随哥嘴上说要报仇，背地里偷偷给受伤的傅一笑送药，这不就是古代版打是亲骂是爱？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有剧里的打仗场面。以前古装剧打仗跟过家家似的，这次剧组请来了真功夫指导。傅一笑拉弓时胳膊上的肌肉，凤随哥挥剑时手腕的巧劲儿，连马蹄子扬起来的挥都带着粗粝感。听说男女主的战甲都是真皮手工缝的，难怪打戏看着这么实在。上次让我这么热血沸腾的，还是看梅长苏排兵布阵那会儿。最抓人的还是俩主演的来电感觉。李沁这次完全打破了苦情专业户的人设。傅一笑咬着布给自己拔箭头的镜头，看得我手心直冒汗。陈哲远把那种表面高冷内心滚烫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，特别是发现傅一笑失忆后，明明心疼还要装不在乎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上学时班上那个爱揪女生辫子的臭屁男生。追完所有预告片的我敢打赌，这剧肯定要带火新词儿。就像现在说到美强惨，大家会想起润玉，以后提起战损造型，绝对绕不开傅一笑带血的战袍，还有凤随哥擦玉佩时睫毛抖动的特写，妥妥要进古装苏感名场面榜单。我最期待的还是身份揭秘那场戏，当傅一笑发现死对头就是小时候救过自己的少年，这剧情光想想就起鸡皮疙瘩。现在每天蹲官微等更新成了我的日常，
看着预告片点击量从300万蹭蹭涨到800万，突然想起当年追《知否》时和网友熬夜猜剧情的日子。话说回来，要是傅一笑恢复记忆后发现凤随哥是灭国仇人，你们猜他会选爱情还是报仇？我赌5包辣条肯定有反转，毕竟凤随哥桌上那堆密信还没拆呢。对了，听说剧组的兵器设计藏了不少小心思。傅一笑的弓箭刻着凤凰尾巴花纹，凤随哥的宝剑上镶着傅家军徽，这些细节要是全拍出来，估计又得掀起一波同人创作热。比起这些，我更想知道傅一笑那件红斗篷有没有同款，穿去吃火锅肯定拉风。追剧这么多年，早就看腻了傻白甜和霸道总裁一笑随哥这种强强对决，反而让人眼前一亮。当傅一笑抹眼泪说要让伤我的人百倍奉还，当凤随哥盯着地图露出势在必得的笑，这种旗鼓相当的爱情才够劲儿。你们发现没？每次他俩同框，背景音乐就会变成急吼吼的琵琶声，听得人心里扑通扑通跳。现在最头疼的就是等更新太难熬，我都把5分钟预告盘出包浆了。好饭不怕晚，就像傅一笑说的，真正的猎人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更想看男女主联手搞事业，还是想看他们相爱相杀？我私心希望编剧别手软，把权谋线和感情线都往死里虐。